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暖心的故事，是关于我们一位26岁的大陆女护士西瑶嫁到台湾后的心路历程。这个故事让我感触很深呢。事情还得从3年前说起，那时候西瑶在北京3甲医院当护士，工作能力很强，但是每天都忙得脚不沾地。记得她跟我说，丽姐，我真的好累啊，医院里每天病人那么多，护士站总是人手不够，我经常一个人要照顾20多个病人，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。西瑶通过我们平台认识了现在的老公文雄，文雄是台湾新竹科学园区的工程师，人特别踏实靠谱。他们俩第一次视频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有戏。文雄特别会照顾人，说话温温柔柔的，一点都不像大陆那些大男子主义的男生。两个人聊得特别投缘，文雄经常跟西瑶分享台湾的生活。西瑶说，丽姐，我发现台湾的医疗体系跟大陆真的很不一样哎。文雄说，他们那边的护士工作压力没有这么大，而且特别注重人文关怀。后来文雄专程飞到北京来见西瑶，第一次见面，文雄就带了台湾特产凤梨酥、珍珠奶茶，还有西瑶最喜欢的康师傅老坛酸菜牛肉面。西瑶说，文雄特别贴心，知道他午休时间短，还特意把见面时间安排在医院附近的咖啡厅。两个人见面聊得超开心。文雄跟西瑶分享了很多台湾的生活细节，比如说台湾的医疗保险制度特别完善，看病不用担心住院费用。再比如说，台湾的护士都有固定的休息时间，医院也特别重视员工的身心健康。西瑶听的都要感动哭了。丽姐，你是不知道，文雄说他们医院的护士每天工作8小时，准时下班，还有专门的休息室，不像我们这边经常要超时工作，休息 room 都是临时凑合的。接下来半年，文雄每个月都会来北京看西瑶。有一次，文雄看到西瑶值夜班特别辛苦，主动帮他买夜宵，还陪他聊天解压，这让西瑶特别感动。他说，丽姐，我发现文雄真的很细心，他总是能察觉到我的需求。慢慢的，两个人感情越来越深。文雄向西瑶求婚的时候，特意选在他生日那天，他包下了医院旁边的一家小餐厅，摆满了西瑶最爱的向日葵。西瑶说，那天他特别感动，因为文雄不仅考虑到他喜欢什么花，还特意选在他能休息的时间。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，文雄在求婚的时候说，西瑶，来台湾以后，我会好好照顾你，在这边当护士，你可以有更多时间照顾自己，也能有更多精力去关心病人。这句话说到西瑶心坎里去了。就这样，西瑶决定嫁到台湾去。临走前，她还特意请护士站的姐妹们吃了一顿散伙饭，大家都替她开心，但也有点担心她适应不了台湾的生活。谁知道后来的发展却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呢。西瑶刚到台湾的时候，说实话还真有点不适应，毕竟语言有差异，连这个那个都要说成这些那些。但是文雄和他的家人都特别包容，耐心地教他适应当地生活。让西瑶特别感动的是，文雄的父母完全没有那种传统的大陆婆婆式的管束。婆婆常说，阿梅啊，你要累了就休息，不用样样都要帮忙的。公公也总是笑呵呵地说，年轻人要过自己的生活，我们不会干涉你们。在台湾找工作的过程也让西瑶特别意外，她原本担心自己的专业证书要重新考，没想到台湾这边的医院特别重视大陆护士的经验。面试的时候，主管更关心的是他的专业技能和对病人的态度，而不是像大陆医院那样看重各种关系和资历。丽姐，你是不知道，这边的医院文化真的很不一样。西瑶兴奋地跟我分享，这里特别注重医护人员的休息时间，每天准时上下班，午休时间雷打不动，过年过节的调休制度也很人性化。最重要的是，这边的病人和家属特别有素质，从来不会对医护人员又打又骂。让西瑶感触最深的是台湾的教育理念。他在医院经常能看到医学院的实习生，发现台湾的医学教育特别强调人文关怀。丽姐，
这边的医学院不光教专业知识，还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同理心，连护理部的进修课程都会请心理咨询师来讲课，教我们如何更好地理解和安慰病人。西瑶还发现台湾的科技发展特别接地气，医院里的设备不一定比大陆的高端，但使用起来特别方便使用。比如说，他们有专门的移动护理站，护士查房的时候不用再抱着厚重的病历本，直接用平板电脑就能查看病人信息，还能及时记录各项体征数据。最让西瑶震撼的是台湾的人情味儿。记得有一次，他照顾一位老奶奶，老奶奶出院的时候，特意带了自己腌的梅子来感谢她。丽姐，你知道吗？这边的病人不会觉得关心他们是理所当然的，他们会真诚地表达感谢。这让我觉得工作特别有意义。在台湾工作1年后，西瑶完全爱上了这里的生活节奏。他说，以前在大陆，护士总觉得是个苦差事，但在这边，我真的感受到了这份职业的价值。病人会尊重你的专业，同事之间也不会有那么多明争暗斗。最让西瑶感慨的是台湾的社会氛围，这边没有那种赤裸裸的攀比心理，也不会因为你是大陆妹就另眼相看。同事之间经常会互相帮忙，下班后还会约着去夜市吃小吃，或者去诚品书店泡上一整天。丽姐，你知道最神奇的是什么吗？西瑶说，这边的人真的不看重物质。我老公的同事明明工资不低，但都开10几年的老车，房子也是普普通通的公寓，但是他们经常去户外踏青，参加各种艺文活动，生活品质反而特别高。文雄的家人也从来不过问他们的收入，更不会像大陆那样动不动就要求小两口买豪宅、买好车。婆婆常说，赚钱是为了生活，不是为了攀比。这句话让西瑶特别有感触。说到养老，西瑶更是对台湾的制度赞不绝口。这边的养老体系特别完善，从医疗照护到文化活动都很到位。你看，我们医院对面就有个乐龄学习中心，天天都有老人家在那边学习插花、打太极，不会像大陆那样把老人撂在家里看电视。在台湾生活久了，西瑶发现这里的医疗服务理念也跟大陆有很大不同。丽姐，你知道吗？这边特别重视预防医学和社区医疗，每个社区都有家庭医生，老人家生病了不用挤去大医院，在社区诊所就能得到很好的照顾。最让西瑶感动的是台湾医院对护士的重视程度，这边的护士不会被当成医生的跑腿，而是受到充分的职业尊重。我们医院每个月都有专业进修的机会，院方还会补助我们去参加各种护理研讨会，这在大陆简直不敢想象。说到教育，西瑶对台湾的大学教育体系也是赞不绝口。他现在正在读在职研究所，发现台湾的教育特别注重思辨能力和创新思维。丽姐，这边的教授不会要求你死记硬背，而是鼓励你提出自己的见解。课堂讨论气氛特别活跃，完全不像大陆那样填鸭式教育。让西瑶特别惊讶的是，台湾的科技发展理念跟大陆也很不一样。这边不追求表面的光鲜亮丽，而是特别注重实用性和可持续性。像新竹科学园区，虽然建筑物看起来普普通通，但里面全是世界顶尖的研发中心。文雄就在新竹科学园区工作，他告诉西瑶，台湾之所以能在半导体领域占据世界领先地位，就是因为特别重视研发人才的培养。这边的工程师都是靠实力说话，不需要拼爹拼关系，而且公司特别重视工作生活平衡，不会像大陆那样动不动就搞996。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更让西瑶感受到台湾的可爱之处。比如说，他家附近的早餐店阿姨知道他是护士，每次都会多给他一个荷包蛋。巷口的水果摊大叔知道他喜欢芒果，总会留最好的给他。就连公车司机看到他穿护士服，都会等他坐稳了才开车。丽姐，你知道最神奇的是什么吗？西瑶说，这边的人真的很爱护环境。大家骑自行车上班已经成为一种时尚，超市都不主动提供塑料袋，奶茶店也鼓励自带环保杯，这种环保意识真的很赞。
在台湾工作这几年，西瑶觉得自己的生活质量提高了很多。虽然工资可能比不上北京的医院，但是生活节奏轻松了，能真正享受生活了。现在我每天下班都可以去健身房运动，周末还能和文雄一起去野餐、爬山，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。最让西瑶感慨的是台湾的人际关系特别单纯，这边没有那种复杂的人情世故，也不用整天想着该送谁礼物，该巴结谁。在医院工作就是凭实力说话，升职完全看工作表现，不用像在大陆那样看领导脸色。现在西瑶和文雄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家，他们住在新竹的一个小区里，房子不大，但很温馨。最让西瑶开心的是，婆婆从来不会过问他们的家务事，更不会像大陆的婆婆那样动不动就来查岗。丽姐，我现在真的觉得当初选择来台湾是对的。西瑶感慨地说，这里的生活节奏、人文环境都特别适合养老。我和文雄打算一辈子住在这里了。每次听到西瑶这么说，我这个红娘的心里都特别温暖。看着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还收获了美好的生活，我觉得特别欣慰。这不就是我们做红娘最大的幸福吗？说到这里，我就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为什么台湾的社会环境能让像西瑶这样的大陆女孩如此安心。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台湾社会的包容性和人性化。西瑶告诉我，丽姐，你知道吗？这边的就业环境特别开放，完全没有年龄歧视。我们医院有个50多岁才开始当护士的阿姨，医院不但录用她，还特别耐心地带她，这在大陆简直不敢想象。而且台湾这边的职场文化特别注重工作与生活的平衡，我们医院规定必须准时下班，如果有加班都要事先申请，而且一定会给加班费或补休。领导从来不会在下班时间在群里艾特你，更不会要求你周末来加班。最让西瑶感动的是台湾的人情味。记得有一次，他照顾一位重症爷爷，爷爷康复出院时，全家人特地包了一个红包要给他。西瑶说什么都不肯收，老爷爷红着眼眶说：“阿美啊，你这几个月照顾我，比照顾自己亲爸爸还要细心。这不是钱的事，是我们全家的一点心意。”说到养老问题，西瑶和文雄都很有信心。台湾的养老体系真的很完善，从医疗照护到文化生活都很周到。我们小区就有个乐龄学习中心，每天都有各种课程，老人家能学习插花、书法、绘画，生活可精彩了。在教育方面，台湾的开放式教育理念也让西瑶很向往。等我们以后有了孩子，一定要让他在这边上学。这边的教育不会给孩子太大压力，特别注重培养兴趣和思维能力，不会整天让孩子刷题卷子。最让西瑶欣慰的是，在台湾生活不需要什么关系网。你看我们买房子完全是通过房仲介绍的，不用找关系。看病也是不用找人托关系，直接预约就行。就连办理各种证件也都是按照程序来，不用找熟人。现在的西瑶已经完全适应了台湾的生活方式。他说，以前在大陆总觉得生活是一场竞赛，要拼命往前冲。来到台湾才发现，其实生活可以很简单，不用那么累。这里的人知道享受生活，懂得感恩，也更懂得互相体谅。每次听西瑶说起在台湾的生活，我都特别感动。作为一个红娘，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我介绍的有情人不仅收获了爱情，还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。丽姐，我现在特别感谢你当初给我这个机会。西瑶常常这么对我说，如果不是你介绍我认识文雄，我可能现在还在北京的医院里忙得团团转，根本不知道原来生活还可以这么美好。看着西瑶和文雄的故事，我想告诉天下有情人，好的姻缘不仅是两个人的结合，更是两种生活方式的碰撞。当你遇到对的人，来到对的地方，生活就会呈现出最美好的样子。感谢大家听我讲完这个故事，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，也希望更多像西瑶这样的姑娘能够遇见自己的真命天子，过上想要的生活。我是红娘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